大家好，我是苏苏姐家的小青，今天给大家带来织暖新手围巾小格纹款。本教程电子图解可在微信小程序搜索“趣织社”进入查看。围巾分为主体和皮标，先编织主体，完成后在对应位置安装皮标。首先讲解主体，分为螺纹边和花样区域。先起针编织螺纹边，之后编织花样区域，完成后再编织另一侧的螺纹边。这款围巾采用一针上针、一针下针交替起针的方法，来回往返片织，同时需要使用双股线编织，花样区域还需要增加一种线材。为了方便大家看得更清楚，我这里颜色随机，具体的线材、配色以及针的型号可参考对应产品的详情页和纸质图解。首先来起针，这里取出2根线，可以从2个线团里分别取出1根，也可以从一个线团的中心和表面分别取1根线头，然后将2根线合并成1根线进行编织。开始先预留15厘米左右的线头，方便最后藏线，然后将线打一个活结。左手拿起1根半针，穿入线圈，稍微拉紧。这是第1针，这一针作为上针。右手用握笔的姿势拿起另一根半针，将线在右手的小拇指上绕一圈，无名指和中指轻轻压住线，这根线放在食指与中指之间，这就是编织的基本姿势。接着将右针放到线的上方，从上往下穿入左针的线圈，右手食指带线，绕线，将线挑出，套在左针上。线不要拉得太紧，不然后面不好挑针。这是第2针，这一针作为下针，可以看到此时线在下方。接着织上针的起针，将右针放到线的下方，从下往上穿入2个线圈之间。注意是线圈之间的位置，不要穿过线圈。然后绕线挑出，套在左针上。这是第3针，这一针作为上针，可以看到线在上方。继续织下针的起针，右针放到线的上方，穿入线圈之间，绕线挑出，套在左针上。这是第4针，再织一针上针的起针，右针放到线的下方，穿入线圈之间，绕线挑出。这是第5针，继续交替起下针和上针，线在上方就起下针，线在下方就起上针。起到需要的针数即可。我小样针数略少，具体大家参考图纸。
起完需要的针数，大家看，这就是小样起针完成后的效果。下面织第一行，这一行在正面编织，图解是从右往左观看。第一针是一竖的符号，表示下针，将右半针放在线的上方，从上往下穿入左半针的第一个线圈里。注意是穿入线圈，不要穿到线圈之间。然后右手带线，绕线，挑出，放开左半针的线圈。这样一针下针就织好了。第二针仍然是下针符号，继续织下针，线在针的下方，从上往下穿入线圈，绕线，挑出，放开线圈，又织好了一个下针。可以看到，下针织完后，下方是这样 V 字形的辫子纹理，这是下针的纹理。往下图解是一横的符号，表示上针，将线绕到右半针的上方，然后从下往上穿入左半针的线圈，绕线，挑出，放开左半针的线圈，一针上针就织好了。这里上针织完后，下方类似瓦片形状，有一根线横在当前线圈的上方，这是上针的纹理。往下继续，下针符号对应织下针，注意上针换下针时，线要放下来，穿入，绕线，挑出，放开线圈，完成下针。往下上针符号对应织上针，线放到针的上方，穿入线圈，绕线，挑出，放开线圈，完成上针。可以发现，这里遇到靠前的线圈，正好是织下针。遇到靠后的线圈，正好是织上针。如果大家编织其他针数，这里线圈的位置不对应也没关系，只要针法与图纸对应就可以。往后大家可以参照图纸，或者参照这里的线圈状态，交替编织上下针。注意，最后2针编织下针。此时，小样的第一行就织完了。如果最后一针的动眼比较大，可以抽紧起针的线头。
这就是小样第一行完成后的效果。接下来织第二行，需要翻面。这一行从左往右看图解，同时这一行在反面编织，需要编织与图解相反的针法。第一针是划针符号，这里下方是上针纹理，可以看到有一根线横在线圈上方，则将线放到针的上方，然后以织上针的形式，将左半针的第一针挑下不织，这样一针划针就完成了。图解第二针是下针符号，相反针法编织上针，线放于右针上方，然后对应编织。接着下一针是上针符号，相反针法编织下针，则织一针下针。后面大家除了可以对照图纸，还可以根据纹理进行编织。遇到上针纹理，编织上针；遇到下针纹理，编织下针。按照这个方法，将这一行剩余织完。注意，最后2针都是织上针。此时小样的第二行就织好了，往下织第3行，翻面。这一行在正面编织，图解右往左观看，同时直接编织图解对应的针法即可。第一针是划针，这里下方是下针纹理，以织下针的形式，将左半针的第一个线圈挑下不织，完成划针。后面大家对照纹理或者参考图纸织对应的上下针即可，将这一行织完。此时小样的第3行就织好了。如果大家分不清正反面，可以参照起针的线头。起针线头在织片左侧时，这一面是织物的正面；起针线头在织物的右侧时，这一面是织物的反面。后面织第4行，翻面。先对照纹理织一针划针，然后对照纹理织上下针。完成后，织第5行，翻面。先对照纹理织一针划针，往后剩余部分以及剩余行，每行开始都是先按照纹理织划针，
之后参考图纸或者纹理编织对应的上下针即可。注意，在正面编织时，最后2针都是织下针；在反面编织时，最后2针是织上针。往下，大家将起始螺纹边对应的函数织完就可以。螺纹边数函数时，可以数下针纹理，这样的一个辫子表示一行，从最下方的辫子往上数，有几个辫子就织了几行，比如我小样这里已经织了4行，这就是数函数的方法。这是小样织完了螺纹边的效果。此时螺纹边的编织就讲解完了。下面编织花样区域需要加入一种新的线材一起编织，拿起对应的线，预留长线头，先打结接线，在之前的线材上打结，线头和接头移到贴近织物的位置。往下使用这样的3根线一起编织。先织第1行，开始织1针滑针，后面全部编织下针。织完最后1针，第1行的方法就讲解完了。接着织第2行，翻面，然后按照纹理织1针滑针。往下图解是下针符号，相反针法织上针，对应编织，将这一行织完。织完最后1针，第2行就讲解完了。继续织第3行，翻面。开始先参照纹理织1针滑针，后面织1针上针，1针下针，接着编织2针上针，后面1针下针，往后按照2针上针、1针下针交替编织。织完最后1针，第3行就讲解完了。接下来织第4行，翻面。先参考纹理织1针滑针，后面参考纹理或者图纸编织对应的上下针。这里按照2针下针、1针上针交替编织。织完最后1针，第4行的方法就讲解完了。往后按照第1到4行的方法继续编织，一直织到花样区域需要的尺寸或者行数即可。注意，
每行的开始要根据纹理划针，边缘始终形成大辫子的形状。编织过程中遇到线不够需要接线时，可以打结接线。这里我用这个小样演示一下，拿起需要接的线，然后在需要接的线头上打结，也可以在其他线上打结。预留长线头，接头和线头移到贴近织物的位置，往下继续使用3根线进行编织。这里线头和接头放于织物的反面，同时线头暂不处理，这就是打结接线的方法。往下大家参考前面以及图纸，将花样区域剩余部分织完，此时花样区域就讲解完了。最后编织结尾的螺纹边，方法与起始螺纹边相同。这里需要将之前花样区域新加的线预留长线头剪断，之后使用这2根线编织即可。第一针先织1针划针，之后交替编织下针和上针。最后2针编织下针，此时完成第1行，剩余行参考纹理对应编织即可。注意每行开始参照纹理编织划针，一直将对应行数织完。完成后需要进行收针，这里采用单螺纹收针的方法，也就是通过移动右针来变换线的位置，最终边缘会形成机器边的效果。这里我用这个小样演示一下方法。开始先织2针和下方纹理相反的针法，这个小织片开始2针，下方是辫子，也就是下针纹理，因此先织2个上针。然后左针挑起右针的前1针，盖过后1针，并挑下，这样就收掉了1针。继续织1针和下方纹理相反的针法，这里是瓦片形状，是上针纹理，则织1针下针。织之前，左手捏住右针线圈底部，将针取出，把针放到线的上方，再穿入线圈，然后织下针，再将前1针挑起，盖过后1针，并挑下，这样又收掉了1针。继续织1针和下方纹理相反的针法，这里是辫子，应该织1个上针。织之前，将针取出，放到线的下方，穿回线圈，织1个上针。再将前1针挑起，盖过后1针，这样又收好了1针。每次都要编织和下方纹理相反的针法，
并且织之前都要通过移动右针来变换线的位置。织下针时，线在下方，织上针时，线在上方。我们继续将它们收完。最后还剩一个线圈，将线圈拉大，下方预留10厘米左右的线头断线，将线头从线圈里面穿出，稍微拉紧，相当于打了一个结。往下使用缝针将线头顺着反面的纹理收一下。大家可以多缠几针，也可以将整根线缠完。剩余的线头按照同样的方法缠到织物里面即可。此时收针就讲解完了，到这里围巾主体的编织就全部讲解完了。最后来缝合皮标，这里我用这个小样演示一下方法。使用花样区域的编织线，也就是这样的3根，分别取断长线头，合并穿入缝针，然后参考成品效果或者个人喜好，将皮标放于对应位置，然后挑皮标两侧的洞眼，缝合牢固。开始预留一点线头，缝完一侧，可以将线头打结。然后线头顺着纹理缠到反面即可。线头比较长时，预留一点线头剪断，再缠线即可。继续按照同样的方法缝合另一侧。
最后首尾线头打结。线头藏到织物里面即可。这样皮标就缝合好了。到这里，整个围巾的制作就全部讲解完了。如果大家在编织过程中还有不清楚的地方，可以与我们的客服联系。苏苏姐讲，一针一线，享受生活乐趣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